哇，跟雪松 KO 坦上或是坦的一模一样。他是中国70公斤级最耀眼的搏击天才，一晚 KO 3位世界冠军，成功让拳迷粉丝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，至此被媒体称为是冠军收割机。不管是国际拳坛名将还是世界知名冠军，只要遇到他，统统撑不过一回合被打得半身不遂。中国拳坛竟有如此良将，他就是来自江西的搏击天才吴雪松。在21岁之前，吴雪松每天特别低沉，打比赛也没有状态。在22岁的那一年，吴雪松命运的齿轮开始逐渐转动，凭借敢打敢拼的作战方法和优良善变的战术，成功让吴雪松入围冠军赛。能获得这张稀有门票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吴雪松没有能力在冠军赛站稳脚跟。被分到死亡之组的吴雪松必须击败3位世界冠军才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除去吴雪松，剩下7位选手全部都是世界冠军，足以证明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是如此之高。最终吴雪松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击败了3位世界冠军，成功在冠军赛中脱颖而出，狠狠打了那些赛前不信任自己人的脸，证明自己的实力仅需一晚即可。冠军收割机的称号也是由此诞生。迎战的第一位世界冠军是来自墨西哥的全能王何塞·鲁拉斯。这家伙全能王的称号并不是徒有虚名，打过自由搏击和纯泰拳赛事，就连 MMA 都有过参加，而且还在各个领域获得过不少的荣誉。从小练习跆拳道，现在身兼墨西哥泰拳冠军、WCK 世界泰拳冠军赛北美冠军、Extreme Combat 终极格斗68公斤级冠军。从泰拳到 MMA 再到自由搏击，综合能力不言而喻。他的出现必然会给吴雪松带来很大的压力。不过年仅23岁的吴雪松并不知道畏惧2字怎么写，而且吴雪松的字典当中没有退缩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何塞是泰拳出身后转战 MMA 综合格斗，最后来到了自由搏击的领域进行打比赛，一共打了16场自由搏击比赛，仅只输了1次，足以证明何塞的实力究竟有多强。23岁的吴雪松遇到28岁的何塞，吴雪松内心不免会有一些压力。出现对，在整个2016年呢，是吴雪松呢，我觉得是他一个突然爆发的一个年份。吴雪松还是哇，这是一个冷拳，一个后手。结果比赛才刚开始30秒，吴雪松就被何塞击倒了1次。这次击倒并没有让吴雪松的团队感到意外，毕竟何塞这位选手的战术打法比较诡异，不然也不会获得15胜1负的超凡战绩。经过短时间的休整，吴雪松示意裁判比赛可以继续。没有出多少动作。是的，而且我们看啊，这个 MMA 他有过 MMA 这个比赛的经历和训练。所以我们看 MMA 选手，他其实在步伐上啊，非常灵活，而且经常就会非常善于这种中远距离的这种分析。对，我们看一下雪松到现在也没有特别的着急啊，还是要控制一下。何塞的这个假动作啊，做的还比较不错。对，刚才的一个后手的一个拳法击倒，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。其实我们看这2个选手的臂展都非常的。何塞的躲闪能力堪称一绝，在换拳中不仅可以打出很多有效拳，而且还可以躲闪吴雪松所打出的防守反击。虽然何塞是一位多元化的选手，但吴雪松打出的拳脚进攻也是十分诡异，根本就不给何塞反应的时间与机会。被击倒的何塞脸上写满了猛圈，根本想不到吴雪松的爆发力竟有如此强大。拿回一城，刚才那个击倒啊，对，给扳回来了。标志性的前手摆拳，吴雪松去年就是因为前手摆拳一战成名啊！这时候雪松也是要慢慢做一些对何塞这种打法的适应，适应之后再把自己的优势全部给发挥出来。对，保护好自己的头部，因为何塞的拳法的攻击路线比较多，而且很刁钻呀，他这个拳法。我们看他攻击距离也很长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何塞的这个就中远距离分析就比较突然。对，然后雪松在近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做好防守。对。第一局刚刚进行了2分钟，就双方相互各有1次读秒的何塞也开始谨慎起来。吴雪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，能获得这张门票的选手都不是什么善茬。只不过吴雪松在与其他7位选手对比之下，显得吴雪松的实力特别渺茫。小看自己的对手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
哇，第一局选手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就是身体做了一个向左的一个摇闪之后，对呀，后手，而且直接压过吴雪松的前手臂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吴雪松的前手摆拳，双方换拳的时候啊，这是个，哇，这个攻击距离真的是。你再看一下雪松本身也想不到这个拳会从这个时候居然能打到我。对。观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们来进入第二局，看看第二回合开始了。什么都会的何塞并不一定比吴雪松打得好，毕竟吴雪松对自由搏击有独特的见解，打起架来也是显得特别成熟老练。从吴雪松身上看不到任何稚嫩的表现。经过试探，何塞的战术打法越来越透明化。吴雪松在试探期间寻找终结何塞的机会。对付多元化选手必须稳准狠，不能犹豫。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，非常的长，攻击距，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，都是放得很长。打完的雪松中追的时候啊，这何塞的步伐转的比较活。对，他应该是研究过雪松的每次打前手摆拳的时候，其实对于自己左侧头部的空当是比较大的。是的，我们看，但是雪松的前手还是有点低啊。对，又是一次，你看又是一次这种，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，防守的前手。对。漂亮，继续。哇，刚刚又是一个前手。在换拳中，吴雪松丝毫不示弱，一拳加一腿差点把何塞给打飞出去。幸亏围绳的硬度比较坚硬，不然何塞绝对会被吴雪松重拳打出擂台。倒下，但是围绳阻挡了何塞倒下。漂亮，又是一个前手。吴雪松的竞争攻势非常紧迫，躲过边拳之后，直接一记前手摆拳打出。这一拳直接就把何塞的意识给打模糊了。裁判当即宣布比赛结束。这场胜利才仅仅是吴雪松胜利的开始。虽然吴雪松各方面都不如何塞，但吴雪松拥有绝对的冷静。就在电花火石之间，吴雪松一记前手摆拳直接终结了世界冠军何塞·鲁拉斯。一个躲闪，这直接倒下，你看一模一样。迎战的第二位世界冠军是来自巴西的亚历山大·席尔瓦。这个家伙是击败了戴维特·齐利亚才晋级成功，不然吴雪松迎战的对手就会是齐利亚。7位世界冠军当中，吴雪松最忌惮的就是齐利亚，所以亚历山大除掉了吴雪松眼中最大的阻碍。campeão pan-americano, sul-americano, vice-campeão mundial de kickboxer e não só de kickboxing, mas de Muay Thai. Então， 别看亚历山大已经38岁，其实亚历山大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众多选手触及不到的。仅凭200战140胜的战绩，就可以判断出亚历山大的实力。不过吴雪松并没有因此而畏惧亚历山大。经过简短的调整，吴雪松再次踏上了征途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回合刚开始，席尔瓦就对吴雪松发起了猛攻，持续的步伐逼近，不得不让吴雪松往后进行拉扯。在后撤期间，吴雪松也在不断对席尔瓦实施限制动作，尽量降低席尔瓦对吴雪松所实施的压制力。就算席尔瓦的压制力很足，但吴雪松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与席尔瓦进行对峙。巴西战鬼就是卡波拉腿技术，所以有着非常多高难度的这种动作，也就是说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。巴西柔术咱就不要说了，巴西的拳击呢也出现过好几个在职业拳赛里头有奥运会冠军，有世界的拳王。是的，而且巴西选手可以说是兼备了速度与力量，还有灵巧性以及他们过人的天赋，他们这个耐力非常好。不要管他怎么打。吴雪松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将，在2015年是有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非常出色的发挥。对，不错，23胜啊，小伙子，非常好。但是呢，目前一开赛呢，这个巴西的亚历山大席尔瓦足足比吴雪松大了15岁，一个是70后，另一位则是90后。两位的比赛时长应该不会很长，毕竟35岁的席尔瓦体能储存没有吴雪松充足，所以席尔瓦只想在最短的时间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。不过吴雪松也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，阻截他的攻势延续就会减少。这样的话，你再用你的高边腿或用你的拳法去再回击一下，这样的话对你是有好处的。不要一味的跟拼拳了啊！是的
也就是说呀，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席尔瓦一直步步紧逼，对，就像是王老师所说那样，是不是说吴雪松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节奏，不要陷入到这个席尔瓦的节奏当中？你别让他对方给你用计谋把你拉进他的节奏了。出来，不要在这对，好的，不错，还出来，不要在老边线走，不行啊。现在双方都是在打阵地战，距离站的是非常近。对，阵地战的话，我们的雪松呢肯定是占优势，他身高1.74米啊，对方1.75米。是的，而且对方到目前为止呢，有过几次的这种低扫踢的重腿的进攻，还没有说是展现出来。可以说赛前的采访当中，他说自己还另外擅长的这个巴西腿技术。巴西腿技术，对。席尔瓦的进攻攻势并没有让吴雪松感到害怕，而且还激发了吴雪松内心的潜能。年轻气盛的吴雪松面对成熟老练的席尔瓦，吴雪松只能选择稳扎稳打，并不能表现得太过急切。不然，席尔瓦绝对会趁此机会对吴雪松实施更强的压制性动作。也是在和席尔瓦在拼这种阵地战。现在呢，我们觉得打自由搏击可能都直线推法、挂腿都用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们传统的侧踹腿大家要多用用、多练练。其实它很省劲儿，很阻截力很好。是的啊，把距离拉开一点，太近了。我现在看到，好，第一局比赛就第一局给人感觉有可能结束比赛。对的，席尔瓦的下劈腿，还有吴雪松的迎击的后手拳。在今年6月，傅伦学将走进天府之国成都，泰拳王子波球回归，遭遇第13位中国挑战者王伟豪，美丽死神旗的新科 KO 女王光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吴雪松唯一击败席尔瓦的方法就是 KO， 以点数的方式获胜几乎不太现实。在对拼当中，吴雪松根本就占不到任何优势，只能在席尔瓦出拳出腿的瞬间寻找反击机会，不然吴雪松很难寻找到进攻机会。就算吴雪松发起了主动进攻，那么席尔瓦的防守将会试图劝退吴雪松。好，现在确实吴雪松呢是表现的更加积极主动。吴雪松好像他的个儿比较矮1公分，但是我他的臂展好像比对方长。刚才我看他拳法打的臂展要比他长，对方。是的，吴雪松的高扫踢接组合拳。刚才看到这个双方啊，特别是席尔瓦还没有直到击负拳的席尔瓦明显顶不住了，最后吴雪松补上2拳，成功将这位35岁的世界冠军斩于马下。单膝跪地的席尔瓦根本无法正常呼吸，被打岔气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喘息的，并不能在10秒钟之内得到休整，所以裁判终止了比赛。席尔瓦也露出了尴尬的笑容，估计是已经释怀了，毕竟年龄已经达到35岁，再这样打下去的话，席尔瓦虽然能捞到很多票子，但生活的时间将会大大降低。这场比赛过后，席尔瓦大几率是选择退役。迎战的第3位世界冠军是来自土耳其的毒蛇泰范霍斯坎，这个家伙可不是一般人，67胜6负的战绩更是劝退了很多挑战者。能在冠军赛决赛中遇到泰范霍斯坎一点都不意外，那是因为泰范霍斯坎与吴雪松一样年轻气盛。对于吴雪松来说，胜败在此一举，话就不多说了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比吴雪松大2岁的霍斯坎率先开始对吴雪松发起主动进攻。然而前面获得2连胜的吴雪松气势非常庞大，根本就不再怕的。此场比赛对于吴雪松来说十分不利，那是因为吴雪松打败完席尔瓦没有得到休息，直接就等上了擂台与霍斯坎进行对拼。然而霍斯坎也就仅仅休息了10几分钟，就匆忙登上了擂台。毕竟2位都是年轻人，这点小困难根本就不起眼，非常严厉。不要等啊！那么就看本次的吴雪松能否挺入16强了。吴雪松呢，就是说既然你击倒力这么高，那好，那你想法把他的防守打开，是的，对吧？利用你的得意技，给对方造成伤害，就是击不倒对方，给他打重拳，他对方有一种畏惧感，也是一种胜利。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，吴雪松是靠击斧打败了亚历山大席尔瓦。走啊，过低，没事了。泰范霍斯坎，他的腿法呢非常刁钻，而且非常突然。这个霍斯坎，他的上下结合有点像不按套路出牌一样。吴雪松的战术打法十分缜密，根本不会给霍斯坎任何发起有效进攻的机会。霍斯坎的胜率十分恐怖，所以吴雪松必须多加小心。别看霍斯坎比吴雪松大了2岁，其实霍斯坎比吴雪松的比赛经验丰富很多，战术打法也比较成熟。
对于吴雪松来说，这些都不算什么大问题。霍斯坎只占据了一些天然的比赛优势罢了。低扫踢，哦，看到假动作呀，低扫，这泰式打法这是。吴雪松现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，非常谨慎。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，这是非常危险了。霍斯坎里边反击防反击非常快。是的，我这场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，还要好。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一场回合呢还略有防守，那现在没有了。你看，这是刚过去多长时间？是的，开发霍斯坎非常擅长这种假动的迷惑以及这种上下虚实的结合。小心啊，吴雪松要小心。也可能吴雪松啊，这上一回打的确实累，也可能累了一些，还是怎么着？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的体能还有心肺功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在试探期间，吴雪松直接一记前后迎击打出，承受不住伤害的霍斯坎直接坐在了地上。颤颤巍巍站起来的霍斯坎明显有点蒙圈，根本没想到吴雪松会有如此大的爆发力。不过被击倒读秒已成事实，霍斯坎绝对会做出相应的动作，试图挽回这一次读秒所失去的点数。连续的重拳重腿，看有没有能不能击败这位世界冠军。好，第一局比赛时间到了哈，这铃声啊来得很不凑巧，可以说是看到开发霍斯坎，这个铃声呢是让自己终于能缓一下了，啊，要不刚才那个再来几下差不多了。这里是昆仑决丝路英雄西宁站的比赛现场，我看到刚刚的那一下击倒，这击倒之后的一系列的重拳的压制。但是上半场呢，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个霍斯坎打得非常激进啊，打得非常灵活。他这个吴雪松，他好在打的两类，打七上勾，因为这东西比较低，两类是比较薄弱的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霍斯坎直接就对吴雪松发起猛打猛冲。就算在第一回合吴雪松拿到了一个读秒，但吴雪松也没有获得大比分优势。占据微弱点数优势的吴雪松丝毫没有放松警惕。教练团队看到霍斯坎加强了进攻攻势，所以就让吴雪松也加强了进攻攻势，胜负就在一念之间。失算的霍斯坎最终被吴雪松两拳打入梦乡。互相的激烈拼拳必须有一方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一次幸运女神站在了吴雪松这一方，这两拳并不足以让霍斯坎输掉比赛，导致霍斯坎输到比赛的而是自己的内心。被读秒一次就开始大举进攻，年轻气势的吴雪松岂能惧怕？不错，确实很好，直接非常的冷，看那个高速上的饭就是这一拳。从霍斯坎面目表情中可以看出，霍斯坎十分不服气。不过输掉比赛已经成为事实，再怎么懊悔都无法让时间倒流。最终吴雪松获得了8人赛冠军，成功在7位世界冠军当中脱颖而出，冠军收割机的称号实至名归。等待吴雪松的将会是一波顶级流量。如果吴雪松能够承接住，那么吴雪松将会成为中国70公斤级的佼佼者，与死神方辩同一级别。大家感觉吴雪松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吴雪松的硬气。